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石家。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如何选购电池割草机，如何快速准确的理解电池割草机的性能参数。主要回答以下3个问题：如何比较电池容量，也就是蓄电量的大小；第二个问题，如何估算割草机的功率大小，如何转换成瓦或者千瓦进行直接的比较；第三个问题，现在有一个汽油割草机需要替换，希望买一个动力相当的电池割草机，如何挑选呢？电池割草机的电源是充电电池提供的，所以电池的总容量十分重要。割草机的发动机的输出动力主要取决于发动机的输入功率。我的前期视频讲了电池割草机和汽油割草机它们之间优缺点的并行对比。今天的重点是电池割草机的性能参数的定量分析。首先，我们可以从一台割草机的说明书知道电池的数量，每个电池的电压 V， 每个电池以安培小时 Ah 为单位的容量。我们需要知道是这个 Ah 值是在给定的电压 V 下的容量。如果没有特定的电压值 V，仅仅一个以 Ah 为单位的容量数值是毫无意义的，不能说明电池容量的大还是小。其实，更为直观的电池容量可以表示成电压 V 和容量 Ah 的乘积的值，单位为瓦小时 Wh， 再除以1000就变成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用电单位千瓦小时 kWh。比如这一组参数摘自于一台割草机，2个电池，每个电池电压为20伏，每个电池容量为10Ah， 总的容量等于2乘 20V 乘 10Ah 等于400VAh， 等于400瓦小时，等于 0.4千瓦小时。电池容量表示成瓦小时或者千瓦小时为单位以后，可以更加方便的进行不同机组的电池容量之间的比较。这样我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第二点，割草机电池一次充电以后，总的运行时间也很重要。像这个割草机的标注为50分钟，它不仅说明我们可以连续割草多长时间，还可以用来估算电动发动机的功率。50分钟等于 0.833小时。前面已经给出了电池总容量为400瓦小时，那么电池输出的平均功率，也就是发动机输入的平均功率为400瓦小时除以 0.833小时等于480瓦。割草机在使用过程当中，功率呢是不断变化的。对于小型的发动机，峰值功率一般是平均功率的3到4倍，所以最大的功率为480乘4等于1920瓦，等于 1.92千瓦。至此我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知道一台割草机的电池的容量瓦小时和发动机的功率大小千瓦以后，我们呢就可以比较不同的电池组容量大小和不同机器的功率大小。第三点，电池容量和发动机功率的比较。这个表上列出了10台割草机的参数，包括电池的个数 N、电压 V、容量 Ah 和一次充电后的使用时间 RT。这些参数分别来自在售的不同的割草机的说明书。整理前面3个数值，可以得到电池的总容量 Wh， 再运用运行时间 RT， 可以计算出平均功率和最大功率。所以这个表上右侧3列数据是我计算出来的，便于我们分析和比较。这个表上不同的电池组的容量280到560瓦小时，电压20到82伏，2到10Ah 的容量，电压 V 或容量 Ah 单独都不能说明容量大小，而两者的乘积瓦小时
Wh 才是容量大小的标志。再看看机组的功率，平均功率219到540瓦，峰值功率0.88到2.2千瓦。功率越大，输出动力也越大，刀具力矩也越大。对于比较厚、比较高或者潮湿的草坪，如果刀具的力矩太小，发动机很可能卡住或者死机。潮湿的草坪比正常干燥的草坪需要的动力要增加1/3或者更多。延长锅草时间的办法是增加电池的数量，但是电池个数的增加并不能增加输出动力的大小。发动机的输出动力大小主要是发动机本身所决定的。不幸的是，一般的锅草机也没有直接给出电动发动机的功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估算峰值功率的原因。正确的做法是在满足我们锅草时间的同时，尽可能选择功率大一点的锅草机。而同样的输入功率，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锅草机的发动机，它的效率差别也很大。第4点，与汽油锅草机比较，汽油锅草机一般标出发动机气缸的容积，单位为 cc， 也标出功率，单位为马力或者千瓦。这个表上是 Bridges-Stratton 汽油发动机的参数，功率从 2.2 到 5.0 千瓦，比上面我们提到的一些电池锅草机的功率要大1到2倍。但是我们要知道，汽油锅草机的功率是指转速在3600 rpm 下的输入功率，而一般锅草机都运转在3000 rpm 以下，而转速从3600 rpm 降到2600 rpm， 输入功率会下降 20% 到 30%。 另外，同样转速，汽油发动机的效率比电动发动机的效率要低一些，所以纯粹的比较发动机的额定功率也不是非常的公正，也不是非常合理。仅仅从目前的状态来看，汽油锅草机的输出动力确实高于电池锅草机。在不久的将来，我相信两者都会越来越接近。好，欢迎你在下面分享、留言或提问。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见。